代号无限大，昨天新发的 PV， 网易的开放世界 RPG。大家好，这期不是恰饭内容啊，这期就是单纯的有兴趣聊聊这个游戏。我是提瓦特弟弟啊，那就是因为刚看到这个美术风格，感觉还不错，就很眼熟，是不是？和绝区零是一个方向的，这两个角色的美术设定感觉就很接近了。不过无限大在配色上走的是一个高饱和的路线呢，突出一个青春活力的感觉。这个建模，这个画质是不是感觉都还行？虽然说它这个上面写了游戏实录，但是呢，这种也是游戏实录呀，这种也是游戏实录呀，所以我觉得这个画面它肯定是在一个相当高的配置下的机器里面录的，然后肯定不是移动端的画面，我觉得移动端肯定是要打折扣的。然后这段 PV 前面最突出的内容就是它的场景，还有像蜘蛛侠这种移动方式，还有载具，那这些都体现了这个游戏在地图上行动的自由度嘛。那作为现代都市开放世界，在题材上还是有一些吸引力的。然后 PV 的后面呢，就集中的体现了一下玩法，有近战，还有射击，还能控制地图中的一些道具去战斗。然后 Tap 上还有独家的战斗画面流出，可以看到这个战斗还是可以的，但是打击感从肉眼上看好像差一些，道具丢到怪身上的时候没有什么重量感。不过呢，毕竟不是完全体，我觉得这种在未来肯定还是可以优化好的。所以整个 PV 看下来，其实还是给人一种蛮惊艳的感觉，也挑不出什么太大的毛病。不过呢，虽然一切看起来很美好，但做开放世界游戏难度还是很大的。最简单的就是一个地图负载的问题。你看原神虽然已经做了很多内容了，但是 NPC 的数量一直就是寥寥几个，那些大场面的氛围感始终是做不出来的，毕竟是要考虑到手机的性能。然后像代号无限大这种城市群密度那么高，那么在移动端要怎么优化才能又流畅又有氛围感呢？然后开放世界这个玩法嘛，如果说玩法上不够有创意，那最终又回到战斗和数值这一套，那就避免不了玩家从一个发散的游戏方式变成线性的，就是玩着玩着变成固定去几个地方刷一些素材，收集一些材料的。所以开放世界的内容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一点啊，米哈游一定是吸取经验的。所以原神后面做的这个小火车和绝区零都是相挺，因为我觉得其实只要游戏内容做的足够有沉浸感，开不开放真的不重要了。然后就是国产氪金手游怎么运营也是一个大问题，开放世界要怎么做氪金系统，反正啊至今也没有特别好的解决方案。原神呢虽然说是开放世界，但是它的大世界探索大部分还是以奖励为导向的，也不是玩法导向。所以网易这个代号无限大，它要怎么设计玩法，怎么设计更好的系统呢？光看这个 PV 它是看不出来的。虽然在美术上呢肯定是达标的，但是玩法的持续性才是最核心的问题嘛。然后它这个美术风格这么像绝区零啊，我觉得在宣发上至少压力不大的。我觉得到时候就直接对标绝区零，然后就说绝区零是一个相挺战斗类的游戏嘛，然后它就有差异化，是一个开放世界。顺便呢再拉一手原神，原神是幻想世界，这边是都市题材，确实是有足够的差异性。所以我觉得只要它能够按照这种 PV 的质量去落地，那这个游戏应该还是很令人期待的。最后还是要吹一手米哈游的美术，实力是真的很强。上绝区零的官网和代号无限大的官网看一下，两个网页的设计啊，风格其实是一个方向的，但是你能明显的感受到绝区零在色调的统一性上做得很好，色彩虽然很多，但是非常的和谐，主次明显。反过来看这个无限大，这种糖果配色和亮橙色搭配起来啊，虽然是很抓眼，但是稍微有一些凌乱，在细节的把控上确实还是绝区零这边更胜一筹。那么总的来说，这种质量的 PV 我觉得底子肯定还是有的。抛开诈骗的话，我觉得竞争力还是比较强的，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测试。然后网易的运营呢，口碑好像也不怎么样。好的，那么本期呢就是分享在网上看到的一个大饼，我觉得这个饼光看还是挺好看的嘛，对不对？